大家好，我是魔王，在两家摩根，也就是 JP Morgan 以及 Morgan Stanley 的买方工作30年。我姓王，这是魔王想两下。在市场中，我们拆解现象，找到趋势。今天要谈的题目呢，是一场看似是材料战，实际上呢是牵动了科技战以及货币战的新的回合。我打算用2集来谈这一个题目，而这一集会先看几个看点。第一，就是中国公布的稀土出口管制的新闻，为什么会让市场大惊失色呢？第二个，就是延续了自2018年以来中国长期战略行动，它的关联度是什么呢？第三点，我们来谈一下有哪一些产业会受到影响。好，首先我们先来看这一次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。中国在10月份呢，它宣布扩大稀土的出口管制，就是它原本就有，只是它这一次的那个政策是更为强硬，内容呢也比过去更加严格。除了原料之外呢，它还包含了就是整个扩大了管制的范围，包含了合金、磁体还有相关的技术。只要产品呢含有中国来源的稀土成分，或者是使用了中国的制程，都必须要申请核准。企业呢，它出口审批的时间呢也就拉长了，有的呢从原本的15天，它要延长到45天以上，等于说大概如果你算工作日的话，等于差不多要2个月了。这个呢，让厂商他开始抢出货，提前备料。这一波呢，和2010年那一次和日本就也有一个稀土的争议，就是中日的稀土事件不一样。那一次呢，是因为外交的冲突，所以它引起的波动算是一个短期波动。但这一次呢，是比较长线的战争，是制度化、常态化的一个策略性调整。尤其他提到了这个，不只是它限制的，包括原料啊、合金等等，甚至你的制成品之中含有使用中国制成的，它都要核准，就是标准的，就是美国这么长时间用的所谓的长臂管辖，那中国就把它完全学起来了，所以等于灵魂互换了。那我们可以看到，比如说现在中国在全世界的稀土供应链上面，它其实确实是占了主导的地位。比如说它在稀土的精炼上面，它是在全球占有率是大概90%以上，这是绝对的制霸。另外像它在永磁体的产能上面，也是稀土的一个关键的供应链的环节，它的占有率呢在全世界的占比是到80%以上，所以它是一个出口的主力。另外呢，还有一些国家，包含日本啊、韩国啊、美国啊、德国，它也有在稀土上面占有一席之地，但是比例都太小了。那我们来看为什么这一次这个出口管制的这个政策一落地呢，而市场的反应这么的剧烈。因为这一次中国并不只是卡原料，它包含技术、制程还有你下游的应用，它都纳入管制。所以呢，它这一次锁住的不只是矿的原料，还是整个供应链，它把它整个锁起来了。所以呢，让美国、日本、欧洲等等，它其实对于中国打算用稀土的这张牌，其实很长时间这几年都在做准备。但是他本来是想说你都是在原料上面卡关，但是他现在整个的范围扩大，所以美国、日本、欧洲等等有点措手不及。我们回顾一下美国在过去这几年呢，也不是没有想抢救他从2020年开始，拜登政府呢就投入了10几亿美元，要扶植他美国国内的稀土公司MP Material。那甚至呢，他还规划了从开采到磁体是全链的，都是自给自足。但是问题来了，开矿容易，但是精炼就难了。因为就是累活脏活，美国人不愿意干。美国目前呢没有能够达到工业规模的分离技术，也没有环评通过的精炼厂，加上美国本身它就是高贵嘛所以它会有环保的压力，地方的反对，因为它有选举嘛。那投资人退场的速度呢比进场还快，因为投资人的耐心不足。所以美国的稀土独立呢，实际上它喊了很久，也做了，它事实上也采取了行动，但推不动，所以现在感觉上面还是流于纸上作业。日本呢，早在2010年的时候，跟中国就有一次稀土事件的一个争议。他当时呢，日本就开始布局，他也跟澳洲的公司签了长约，还有日本国营的公司出资。但是问题是 Lynas
就是澳洲的这一家公司，它的精炼呢还是要靠马来西亚，所以它的产能呢就上不去，因为它重要的环节是扣在别人手上，所以整个成本又很高，所以压不下来。所以日本企业这几年呢，它是靠原有的库存来换取时间。在我们在看大洋的另外一岸，就是欧盟。欧盟呢，在去年它也因应稀土可能来的这个压力呢，它也推出了关键原料法，目标呢是要到2030年的时候呢，至少要有10%的关键的矿呢要自己开采，其中有40%它要能够在欧盟体内自己精炼。结果呢，它卡在程序上面。那因为欧洲的居民呢更高贵了啊，他对开矿是非常反感，他已经这么多年没有开新的矿产了。那德国、法国、瑞典等等，他要做这件事情都爆发了地方的抗议，所以他们想要转型，其实也没有办法在自己家门口开矿所以他的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就很骨感。所以这3个经济体，包含美国啊、日本啊、欧盟啊，它的执行起来它共有一些困难，要么就是要矿没矿，要么呢就是没技术，要不然呢就是没有社会共识。所以这是为什么这一次中国它一出手，它宣布出口管制，市场呢它的震撼性会很大，因为大家突然发现过去这几年苦苦追管的是说我要去计划啦，其实它连半山腰都没有到。所以这次中国的一出手呢，等于是踩到西方国家他根本还没准备好的地方。结论就是呢，美国呢他开矿 OK，但是没有人要干精炼这种高污染的活。日本呢，它是有钱也有技术，但是呢，它没有产，所以它跟澳洲的合作呢，也等于是黄了啊。那现在推起来也很困难。欧洲呢，它就更麻烦了，它动弹不得，它的环评呢，自己家的环评它都过不了。所以这次的出手呢，算是快很准，是打在了痛点上。我们回顾一下，各个国家它因应中国要采取的这个稀土管制，它也有一些因应措施。在比如说2024年去年的10月，美国呢它的因应策略是启动了稀土供应链的调查。日本呢，它在去年的11月，它采取的是扩大战略储备，也签署了跟澳洲的长期合约。那欧盟呢，它是在去年的11月，它也启动了关键原料法的快速机制。那我们接下来谈，我们如果把镜头拉长，刚才谈的是短期的一个现象啊，长镜头我们来看，这个其实时间可能要回到2018年的时候的战略布局。在2018年川普在第一任的时候，他就启动了贸易战。那一年看起来美国是要用晶片、AI、设备出口等等它的限制来封锁中国。那中国呢，他已经知道他要打一场硬仗了啊，他就反手布局要科技自主。那这个当然被市场上面嘲笑的很厉害，但是他其实也没有办法，他等于是没有路下的选择。所以中国它布局科技自主呢，它主要分为4条主线，包含了算力、能源、材料还有智能制造。而稀土呢，就是它的材料自主的 Step 1。第一步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，我们有细细拆解了华为新出的报告，叫做华为智能世界2035。在这份报告里面，他就提出了这个虽然是华为出的，但是一般市场认为等于是中国国家的一个国策。那这份报告呢，它有定下了一个方向在4个领域，在4个支柱包括算力自主的部分，它的关联产业包含了半导体、AI 晶片还有云端的基础建设。另外第2条是能源自主，这里面包含储能、氢能还有再生的能源的电网。第3条是材料自主，这个就是稀土了关联的产业包含稀土、特种金属、细品还有碳纤维等等。第4条就是直接要制造了它智能制造的部分，关联的产业包含像它的机器人、自动化还有 AI 制造相关的这个领域。所以这个等于说我们拉长镜头来看，它这个是已经筹备了很多年了。接下来我想跟大家分享，就是这整个的这个战局的延续，其实在之前的节目我也有提过，我特别提出了堡垒经济这个模式
在中美竞争的过程当中是我们要注意的，这个跟我们的投资也是息息相关。堡垒经济呢是中国的战略防御体系，它可以解释来讲就是说，当外部的环境变得很敌对峙的时候，它必须要能够建立一套在关起门来它也可以活得下去的经济体系。那这个堡垒经济它尤其俄乌战争的时候开始被提出来，那俄罗斯它就明讲它要采取堡垒经济，因为俄罗斯这也不是他新创的，他是来自于二战时候的列宁格勒保卫战，那时候等于说他被围城嘛，他很长时间他是没有任何的物资的供应的，所以他当下甚至吃死人的尸体，他活着的人都要活下去，那是非常惨烈。所以这个俄罗斯这一套呢，其实中国有细细的研究，所以我这几年听他一些公开的演讲，他就越来越不演了，他讲堡垒经济这个词呢也被反复的被拿出台面来讲，所以我那时候就去研究说，他们到底所谓的堡垒经济是什么意思？所以讲白了就是要全部能够自给自足，这里面提到了包含粮食、能源、资金、技术。那科技美元呢是美国的采取的策略，美元的霸权呢，它基本上过去呢它主要是有石油美元来主要的支撑，那现在石油美元这一块呢也要被改写，所以它现在呢它需要，因为美元的霸权的体系被挑战，它现在另外建立一套支柱，就是靠科技来延续。那美国是透过包含瓦森纳协议、晶片联盟、AI 平台等等建立一个科技美元的体系，现在这两个系统呢正在碰撞，就是堡垒经济这个体系这个模式，还有美国要建立的一个科技美元的一个包围线，这两个体系正在碰撞，等于说中国美国各自筑起它的保卫墙，或者是要攻击。那所以这个部分中美两方它采取的策略不一样。那最后我们来谈它现在从稀土的这个出口管制的新闻，然后我们看短镜头长镜头的发展，那我们最后还是要落实到对我的钱有什么影响。那这样现在看起来说受到影响的产业呢，还有投资的链条呢，这里面包含了比如说比较高风险的族群，包含 EV 马达、风电的机组，还有军工电子、无人机等等产业。那间接受到影响的是半导体设备还有材料。那受惠的族群呢是非中国系的稀土供应商，还有替代材料的技术公司。那特别在台湾的产业链里面呢，包含我们的马达，还有 AI 的伺服器的供应链，对中国的这个瓷的材料呢依赖度呢高达70%，所以这个我们是受到直接的冲击，这也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。其实整个事件来讲，我觉得这是趋势的一个其中一个必然的发展。那而且稀土的这个管制下来呢，让这个趋势走的可能更加的加速，它有点像是加速器。稀土战呢是中国从被动的防御它走向一个主动出击的策略的信号。那对投资人来说呢，我们不只是看短期的波动，我们还要不断的问自己问题，自问自答就是这件事情它到底改变了什么？那哪些产业的定价权正在被重新的分配？那哪一些才是我们应该要去 follow 的趋势这是我们要注意的。那我们下一集会再细细的拆解另外一个角度。我是魔王，也是一位老派的研究员。频道命名魔王想两下，就是提醒自己要多想一层，直面我们的贪婪和恐惧。如果你喜欢这样蹲马步、蹲基本功的分析方式，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而且留言分享你的看法。谢谢收听。